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吗？最近很多人跟我说，香港人的反送中运动呢，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片段，让他们看了都忍不住感动落泪。那网络上也有很多人说，他们去香港参加游行集会，或者是看到香港人的和平抗争行动之后呢，让他们决定一辈子尊敬香港人。因此呢，今天我们要来再跟大家分享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心目中的反送中运动10大史实片段。那今天先来介绍前5个片段。第一个片段是170万人维园流水式集会，缔造历史纪录。8月18号，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在维多利亚花园举行万人集会。那主题呢是煞停警黑乱港，落实5大诉求。那由于场地的空间有限，因此呢采取了流水式的集会方式来进行。那尽管天空下着滂沱大雨，却依然有大批人潮涌入维园表达诉求。那累计呢有超过170万人参与这场集会，缔造了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集会活动记录。那这场集会呢，证明了尽管反送中运动已经历时2个月，但是呢，香港人反抗暴政、守护家园的意志呢，依然没有动摇，抗争能量呢，也没有衰退。过程中呢，不但民众秩序良好，没有发生任何冲突，还多次出现救护车上演摩西过红海的片段。那民众自发的、有序的让路给救护车，再次体现出香港市民的高道德素质和和平理性。那此外呢，就在同一天，有一名小孩站在天桥下，向街上的群众高声喊着“香港人”。那群众呢，接着高喊“加油”来回应他。那小孩的纯真声音跟群众的雄壮口号，交织出这一幕史诗般的动人片段。第二个片段是21万人手牵手，人链串起香港之路。8月23号晚间8点呢，有大批的香港市民走上街头，他们手牵着手，拉起一道又一道的万里人链，串起了香港之路。那这场活动呢，总共有超过21万人参加，拉起人链呢，长达60公里。香港之路呢，是效仿30年前东欧3国的波罗的海之路活动。让民众手牵着手，共同表达守护香港的心声，同时呢，也让反送中运动深入社区的更多角落。那人们不但在香港街头组成人链，还登上象征传统香港精神的地标狮子山，让狮子山呢在黑夜里绽放光明。那香港年轻人用行动重新书写新一代的狮子山精神。特别的是有一名男士，他虽然失去了左脚，他却依然拄着拐杖站出来参加活动，与所有市民手牵手，心连心。第3个片段呢是舍己为人，肉身挡枪口。8月25号呢，警方跟群众发生了激烈冲突，那警方突然拔枪向天开枪，但随即呢出现一名大叔张开双手跪在警察面前，要求警察别对年轻人开枪。
那大叔被警察一脚踢开，但是呢，仍继续试图阻挡警方的枪口。后来，这位挡枪的大叔被媒体找到，大叔说这是义之所在。那不但如此呢，还有一位香港市民用肉身挡在警车面前，想要阻止警察镇压殴打年轻人。那这位先生说，他一点也不害怕，他挡下警车只是为了香港的下一代。喺最前面嗰度，負責做滅煙小隊藍色嘅催淚彈。第4个片段呢是穿梭枪林弹雨对抗催泪弹。在这次反送中运动里面呢，几乎处处可以看见全副武装的年轻人穿梭在警方的枪林弹雨之间，冲到第一线去扑灭催泪弹。虽然他们经常因此受伤，但依然坚持守在最前线。而这位年轻人呢，不顾自己安危，急忙追着每一颗催泪弹，捡起催泪弹放到袋子里，灭掉浓烟，减少对示威者的威胁和伤害。那不但如此呢，香港市民还动用各式各样的手法来对抗催泪弹。有人拿着羽毛球拍，熟练地捞起催泪弹朝警方打了回去；那有人拿着网球拍，将催泪弹拍击回去；还有人拿着曲棍球杆，把催泪弹扫了回去。香港年轻人发挥各种创意对抗催泪弹，勇敢地奔走在最前线，为的是保护身边的手足，保护手无寸铁的合理非示威者。第5个片段是高楼夜喊口号，居民一呼百应。在深夜的将军澳住宅区，响起一阵又一阵的口号。晚间10点，有人对着窗外齐声高喊“香港人”，那其他居民接着喊“加油”，一呼百应。香港民众呢，坚持每晚用行动表达争取自由民主、守护家园的意志。那在其他的大楼里呢，居民们高喊的口号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那不管喊着什么样的口号，人们心里都是一样的初衷，要守护香港这个家园，要守护未来的下一代。最后呢，再为大家送上一颗重要彩蛋：精彩漫画触动人心，成为反送中标志。在这次反送中运动里呢，民众手里经常高举一幅又一幅的漫画海报，表达抗争的心声与诉求。那这些海报呢，也成为反送中运动的标志之一。那这些漫画其实都是出自华人漫画家大雄的手笔。那本名郭敬雄的大雄呢，用他独特精致的笔法与细腻的观察力，绘制出一幅幅的经典漫画，赢得香港市民的喜爱和认同，也成为示威者走上街头的必备良伴。像这幅善及正义，纯净的小女孩手里拿着黄色雨伞，站在全副武装、手持枪械的警察面前，形成善与恶的鲜明对比，传达了无数香港市民的心声。那这幅拒绝洗脑呢，则生动地传递着香港人反对亲共的红色媒体的毒害与洗脑。这幅守护未来，2名年轻人正在照护一名被催泪弹攻击的儿童，那背后呢，却有一批虎视眈眈的警察朝他们奔来。那同样鲜明地呈现和平理性的示威者与凶暴警察之间的善恶对比。那最触动人心的是这幅天佑香港，在抗争者的身后呢，有一位高大的女神在天上守护着他们，守护着香港，象征着上天必定护佑着正义与善良。以上呢就是这次10大史诗片段的前5个片段，当然选择这些片段呢，难免会挂一漏万，难免会有遗珠之憾，还请您见谅。那下一集节目呢，我们会再跟您分享其他5个史诗片段。
那顺便一提的是我们收到不少网友的留言和提问，那在这里呢，代表我们团队感谢大家的支持。不过呢，有些提问我们可以很快的处理回答，但有些提问问得很好，但是可能需要比较多的篇幅，或者需要做一集节目才能够回答。所以呢，有些提问我们可能会在适当的时间点呢，做出单集的节目来进行探讨。比方说中国经济现况怎么样中共如何渗透美国总统大选等等。那另外呢，还有些朋友提了一些很有趣的问题，还有朋友写了很棒的诗词。那这些呢，我们都会在唐浩会客室节目里呢拿出来跟大家一一分享。那同时呢，在这里我也要感谢网友的关心，因为有人留言问我前2天是不是有点中气不足。那的确，前2天确实比较忙碌，比较疲惫，但是呢，现在已经恢复了。那谢谢各位朋友的关心与细心，我们也会努力做出更多的好节目来跟大家分享。好，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请记得订阅、留言、按赞，或者跟你的亲朋好友分享。那订阅我们的节目频道之后呢，请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图案，这样呢，当我们有新的视频、影片出来，你才会收到通知。我们下次再见。